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今天7月20号呢，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外交部呢，它挂牌成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这个王毅呢，他吹捧习近平呢，就是可以讲跟历史上所有的无耻的那些文人啊，以及那些中共的那些官僚的下属啊，吹捧他的上司啊，那种肉麻的语言啊，他是呢绝对不少用的。他说，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我就不知道这个时代伟大在哪里。对中共来讲，怎么伟大法产生的伟大思想？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伟大在哪里？他伟大来伟大去，他的核心不就是加速师吗？习近平能有什么思想？习近平从他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他率领的这个战狼式的外交部，他们一天到晚叫嚣的就是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中韩必有一战，一天到晚就是抗日、抗美、抗韩，你们从头到尾都是辱华了、抗击了，对外就是这种腔调。对内他们一会儿是西藏要收拾了，新疆要收拾了，香港要收拾了，连台湾他们都要去收拾了。习近平思想的这个核心，我早就给他总结过，也就是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开手让他喘气他就吹牛逼。习近平不就这一类的吗？网上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一个号称自己是武林太极高手的一个人在表演，他在那个把牛逼吹得好听的不得了，拿一个现场作秀的一个跟他装模作样的人，他就做了一招把式以后，告诉人家讲他有多大的本事，能把别人的这个力量能把它还给别人。站到旁边看热闹的一个人，他跟人家说：“你笑什么？你觉得不对吗？你过来试试啊！你先出手打我2拳。”人家2拳把他打得满地找牙。来，你出来打我。不管对方力气有多大，在太极的限定里面的技法来说，都完全可以返还给对方，知道吧？哎，你笑什么？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记住，告我过来，近点，看着啊。可是你们这个互相打我。不是，还没准备好是吧？出板拳直接保上打我。哎呦我的妈！他就是习近平的化身。习近平就是动不动要挑战欧洲、挑战美国、挑战英国。习近平要挑战的多呢，但是当人家真正出拳打他的时候，他就跟死了一样。他只能在中国去要求王毅他们这一类太监们去忽悠他，太监们呢就对他歌功颂德。中国你看大大小小的学术机构，这些高校的智库，人人去研究习近平思想，去搞什么习近平理论研究。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装模作样写2篇文章，吹捧一下习近平啊？吹捧习近平，大家都可以骗到经费，而且这种经费就变成不骗白不骗，没有一个人敢拆穿，哪个人敢讲说我歌颂习近平思想歌颂的不对啊？所以说共产党呢就是自己骗自己，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呢就是上面忽悠下面，下面骗上面。共产党有什么思想？共产党的领袖有什么思想？他们的思想就是占山为王，抢别人的财产，睡人家的小老婆。共产党起家的时候，从井冈山开始，他们研究的就是如何占山为王，打劫富户。溃逃到延安，又开始研究如何贩毒，如何强占地主的土地。领导人嘛，个个想着在延安换小老婆，人家国军在前线抗日，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在延安抗上日，不就这么干的吗？等到人家国军打败了日本以后，国军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民国的一个太平盛世，人家推行了民国的宪法，本来要过几天好日子的，共产党又开始打内战，49以后就篡了政。篡政以后，共产党的领袖们研究的就是如何杀人、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把所有的海外知识分子骗回来，除了杀完了以后，然后就把他们送到了加边沟。等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好不容易邓小平来了，邓小平掌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人。839师先把他们认为社会上要打击的人打击掉。839师的枪声还没有停呢，然后又来了896师。896师在天安门广场杀害无数那些为争取中国民主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这都是共产党干的。等到896师以后，90年代
江泽民又开始来镇压法轮功了，然后又杀人家法轮功的学员，摘人家的这个器官，这不就是共产党干的吗？所以共产党这么多代领导人，他们哪一个人他们为人类进步他们做过贡献？他们所研究就是杀人。到了今年2020年，习近平更是技高一筹，向全世界扩散瘟疫，用病毒去毒杀全世界，然后他要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就是习近平思想吗？习近平还能有什么思想呢？你可以去纵观文明历史啊，就是西方历史啊，你看看世界上有哪一个西方领导人，无论这个领导人他是彪炳史册的那些知名的大英雄，包括你像华盛顿啊、林肯啊、英国的丘吉尔啊，这些人哪一个人有所谓思想？有什么华盛顿思想？有什么林肯思想？有什么丘吉尔主义？包括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样的二战的战犯、二战的纳粹核心，他们也没有什么思想和主义啊，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光辉思想的啊。但是共产党有，共产党领导人人人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有3个代表，胡锦涛有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有中国梦，他现在还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梁家河扛麦子研究成21世纪控制人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就是习近平每天在做的他自己的大头梦吗？每天在做的春梦。这个春梦呢，有王毅这一类的太监，有外交部这样的什么外交思想去拥护呢？那么所以说，中国就层出不穷的像王毅这种来忽悠习近平的人。那么你看，外交部刚刚换了新的发言人啊，新来的这个发言人就在7月20号叫汪文斌，他就主持了记者招待会啊，大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从他的讲话，你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入鸿门深似海，从此汪郎是阉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振兴的根本保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美方应当尊重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而不是肆意诋毁、污蔑中国共产党，百般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在国际上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拉帮结派。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负面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所以说他讲来讲去就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你美国理解不了，要求美国跟中国相向而行。美国跟中共怎么没有相向而行啊？控制共产党员入美不就是相向而行吗？美国不允许共产党员到美国来，美国不允许中共高官到美国来，你中共不也是要求普通党员上交护照吗？不允许公务员，不允许普通党员让他们到美国去吗？这不就相向而行吗？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别来美国吗？但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要来，共产党所有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在美国啊。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啊。华春莹讲那么好听，他女儿繁华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啊。耿爽一天到晚要批判人家美国人，耿爽的女儿现在纽约，大家都知道啊。所以你们批判的美帝国主义就是批判给草民看的，给草根看的。可以啊，你们自己共产党这些官员们，哪一个不是心里面向往的美国？到美国去藏小三、藏财富，到美国让儿女到美国去读书，将来让儿女在美国嫁个白人，然后过上资本主义民主的生活。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你们不愿意把你们的儿女留在中国国内，中国国内就让那14亿草民，让他们不断地做韭菜，给共产党做奉献就行了。所以说呢，这是共产党聪明。共产党的聪明是什么？他耍了人家美国人几十年。习近平这个御用的宫廷顾问金灿荣不是嘲笑美国人吗？说我们1972年就跟你打交道了，已经快50年了。我们跟你美国人打交道，你太聪明了。聪明就是我们中美之间的双赢，就是我们中国赢2次。从72年开始跟你打交道，你太聪明了。双赢就是中国赢2次，对吧？所以他不干，所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吧。所以金灿荣这种高兴的这种违背契约，然后赢了2次，他这种得意的笑声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写照。这就是中国人跟西方为什么打交道了100多年，从大清开始，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很得意，耍了人家老外，最终是被列强的枪炮把中国全部打碎，然后最后抱头鼠窜，割地赔款。这是大清朝。中共今天不是仍然是这样吗？今天被人家打的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也就是大量的美企日企全部从中国撤出去了。撤出去以后，也就是带来了成百上千万人的下岗。
金灿荣所谓的赢2次，赢2次的结果是什么呢？首批有80多家日本企业已经全部撤出中国，安倍是拨了2200亿日元安置这些日本企业撤出中国，包括那些我们家喻户晓知名的日本的很多企业，夏普了、爱丽丝，日本政府承担了所有的搬家费用和他们自己这个企业所蒙受的各种损失的补贴，多家日企全部从中国连根拔起。这就标志着成百上千万的中国的草根已经没有上班的地方了，也就是失业了。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也就是7月19号，就是昨天了，北京时间的昨天了，越南它叫广南省的公安边防局和他们的入境局，在他们的边境一共抓获了偷渡越南的中国来自广西的人有24个。这24个人干什么呢？这24个人原来都是在广西在南宁地区打工的。因为呢，大量的外企撤出，加上呢，中国本来对外做那些贸易加工订单的那些企业又没有订单，所以说这些广西这一批来的这20几个人，他们就根本在中国大陆就找不到工作，就没有工作的话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的话，他们就非常的难以维护他们家庭里面的生活，所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呢偷渡越南到越南去打工了。所以说你看看中共改革开放这么30-40年，都是什么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包括北韩、北朝鲜的人，都是他们偷渡到中国来打工啊！你听说过中国人要到越南去打工吗？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大量的企业倒闭了哇，尤其是大量的外企、日企、美企都撤出了哇。国内的企业，国内的中小代工企业，因为中美贸易战又接不到订单，这个疫情之后，美国就不会有订单再给中国。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在习近平这个思想指导下，在大量的外企撤出之后，最终这些广西人他们就跑到越南偷偷去打工，跑到越南设在这个广南省的一家夏普的日本企业去做工。那么当地的越南工人能不举报你们吗？你们来了以后不就占据当地劳动力市场吗？你们挤占了人家就业的资源吗？所以说本地的越南人就100%就举报了他们。现在这24个中国这个来自中国南宁的这一批工人，他们被越南当地的边防局抓捕了以后，每个人要罚款人民币3000，发完了以后还要全部驱逐出境。那就是这个条件哇，那人家越南公安对你们是客气的啦，仅仅是罚款驱逐啊。要是他们国家的人落在中共的公安手上，那就不是罚款驱逐的问题啊，那直接是把器官摘完了以后然后赶走啊。所以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金灿荣讲赢2次就这个结果。你赢的2次，也就是美企日企大量的撤走了以后，也就是你中国的工人需要逃到境外去，跑到人家那儿去冒险打工，然后最终被抓获以后还要罚款还要驱逐。那么日本就必然是这样去做，日本他就是把他大量的外企已经撤出去，日本是这么干的，英国也打算这么干。那么英国外交大臣今天已经宣布终止香港的引渡条约，而且是无限期永远终止，并且英国打算选择跟日本共同发展他们的5G 项目，彻底的抛弃华为，同时对制定香港国安法违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所有的中共官员和香港官员将给予制裁，也就意味着英国和中共就彻底的脱钩了。 Beyond our offer to BNOs, today we are taking 2 further measures, which are a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this new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which we've now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ssess very carefully. First, given the role China has now assumed for the internal secur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authority it's exerting over law enforcement, the UK will extend to Hong Kong the arms embargo that we've applied to mainland China since 1989. To be clear, the extension of this embargo will mean there'll be no exports from the UK to Hong Kong of potentially lethal weapons, their components or ammunition. And it will also mean a ban on the export of any equipment not already banned, which might be used for internal repression, such as shackles, intercept equipment, firearms and smoke grenades. So I've consulted with the Home Secretary, the Justice Secretar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spend the extradition treaty immediately and indefinitely. The specific measures I've announced today are a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China's failure to live up to thos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那么随即英国这么去做，英联邦国家全部跟随，也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美国这些英联邦属地的国家，通通都会和英国一道做。
英国是最初帮助中共发展改革开放的，英国也是最初把香港制造成为一个繁荣的东方民族、亚洲的金融中心的。今天，英国如果跟中国斩断关系的话，也就是英国再也不会帮助中共，英国不会帮助中共，也就是英国它会和香港脱钩，因为香港它本来它的终审法院的大法官都是英国派来的。现在终审法院的大法官看到国安法以后，他们已经没办法在香港继续保持他们的法治的独立，保持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说，香港的这些终审法院的大法官，他们面对的国安法，他们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因此香港和英国他们的法律体系也必然会脱钩。一旦脱钩以后，中国它本来已经得罪美国和美国为敌以后，中国本来还想拉拢欧洲，英国在欧洲是最主要的决定力量。你别看欧盟默克尔这个共产主义分子跟中共打得多么近，默克尔不就是到中国换2个器官，然后讨好中共吗？同时，德国的这种纳粹思维已经给德国人民造成什么？德国据说有一个民调的结果就是他们认为美国将会被中国打败，中国将会崛起，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所以说德国要跟着中国走。这就是默克尔领导的德国的民调的结果，也就是德国人认为中共这个共产主义一定是战胜邪恶的资本主义的，中共一定能消灭美帝国主义，中共这个共产主义一定能把红旗插遍全球。德国它从过去的纳粹现在要演变成共产主义纳粹，德国要追随共产主义，德国最终跟中共他们一起要建他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那么简单。所以说呢，德国它虽然邪恶，但是德国默克尔一个人决定不了欧洲，英国在欧洲才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说，英美一旦联手，中共你是肯定跑不掉的，死都来不及。对你限制共产党员入境，现在以后就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入境美国限制，入境英国也会限制，入境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也会限制。到了那个时候，你共产党员就在中国跟着共产党卖命好了。很多人觉得9000万党员加上9000万党员，每家的家属就有好几亿，这个进能进得中啊？怎么进啊？简单的很啊，我们已经给美国的这个议会和美国的议员，我们发送了我们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上写得很清楚。一个是对新入境的人非常简单，新入境的人每个人都要填写入境宣誓表，也就是你入境美国，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宣誓表上签字。这是跟中共学的，中共的大使馆对每一个想回国的人员都会给你有一个表格，让你书面的填写，你是热爱共产党，你是痛恨美帝国主义的，你是坚决不会在海外做损害国家的事的。中共也是这么干啊，那美国也可以这样干。一个入境宣誓表就要求你在上面写好，首先你自己个人要说明你不是党员，或者你已经退出党员，同时你要谴责共产党的暴行，你要在这个入境宣誓书上面明确指出共产党是邪恶的，共产党是人类的灾星，本人是鄙视和批判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的，坚决不会跟共产党有任何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这是首先你要宣誓，你不是党员或你已经退党，并且你要谴责中共。同时，这个宣誓书上是明确要求你，如果你说了假话，你会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绝不简简单单是把你驱逐出去的问题，很可能有财产被冻结财产，有签证被吊销签证。如果违反法律，你得坐牢。也就是说，入境宣誓书就可以把那些是共产党员企图欺骗、隐瞒进入美国的人，给他们设下了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有的人这样说我就造假，我就骗美国人啊，我明明是共产党员，我就是邪恶，我不是，我明明是对共产党热爱，我就按你那个宣誓书上写的，我反对共产党。好，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入境美国以后，只要有人举报你，只要美国中情局、美国联邦调查局能够证明你的身份，你跑得掉吗？你写的那个入境宣誓书就是你的罪状，你就得去坐牢。如果是你明确欺骗，你还仍然这样去做，那你100%就要坐牢，就这么简单嘛。所以说你不要认为美国没办法嘛，只是没有下决心。一旦下了决心，办法多得很。这是指对那些不知名的、大家了解不了你身份的普通党员，对那些知名党员，对共产党那些高级干部，对共产党那些知名的、有名的那些红顶商人，这些人在入境的时候，只要看到他个人的信息，马上就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了，很清楚啊。他个人的信息从网络上一调就能调出来，这个人参加了多少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你像马化腾啊、刘强东啊，他哪一个没有去参加红军啊、延安啊这些红色之旅活动啊？像这些人，只要把历史照片一调出来，你入啥境啊？你在美国有资产，你这些资产美国是可以没收的。美国人没收不是美国人来抢你的财产，美国是法治社会，不会好好的就把你个人的私人财产就剥夺了，是要检查你在美国有没有欺骗美国的上市公司，你有没有欺骗美国的股民。如果你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你没有遵守美国的法律，欺骗隐瞒股民，尤其是财务制度作假，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你的这些资产肯定要付出代价哇。所以说，按照美国现有的这种财务政策，这种上市企业对你们规范的这些政策，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你们在美国那个企业，哪一个人不是屡屡造假，欺骗美国的股民？你们的财务经得起美国的财务制度的审核吗？很简单嘛。所以说，跟着共产党跑，你最终就是这个结果。你帮助共产党去戕害美国人民，你欺骗美国人民，你最终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你本人和你的家属能不能到美国来，也不管你在美国藏了多少资产，你有多少上市公司，买了多少豪宅。最终，你如果违反美国的制度，你欺骗了美国移民局，欺骗了美国的股民，你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说，文明有可能迟到，正义有可能来得迟，但绝对不会缺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出席了在美国爱奥华州梅因举行的家庭领导峰会。在这个会上面，蓬佩奥夫妻两口子都分别发表了演讲，尤其是蓬佩奥，他明确就说，他一路走来都是神的安排。他说，上帝这次把这个职位交给了我，这让我每天都感觉到我义不容辞。God's entrusted this position to me for this time, and I feel every day the duty to honor that calling. 蓬佩奥他讲这个话，他是针对美国现在面临的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几个国家对美国自由世界的威胁。蓬佩奥明确就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他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整个中国。他没有用中国来形容包含中国人民的中国，而是单指了中国控制的中国人民的这个集权统治中国共产党。然后他指出了，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俄罗斯，还有伊斯兰共和国。他说，今天中共正在通过他野蛮的行为夺走全世界的自由，而俄罗斯人想毒害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制度，利用虚假的信息在美国挑起不和。伊朗人呢，是图谋在整个中东地区传播他们邪恶的伊斯兰革命。这是蓬佩奥对中共、对俄罗斯、对伊朗做出了总结。他就说，美国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所有美国人民免受任何安全的威胁，而且当前美国国家最主要的任务，他的当务之急是上帝把这个职务托付给我以后，让我感觉到我每天义不容辞。所以说，蓬佩奥他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他认为是上帝拣选了他，上帝现在把这个职位交给了他，他就要不辱没上帝给他的使命，在他自己贯穿他使命的过程中，他要铲除中共，他要铲除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给人类制造祸患的这个红色妖魔。所以说，蓬佩奥他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那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应当有这种使命观，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亲手努力，我们最终早一点把共产党送进火葬场，让共产党早一点崩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需要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可以讲，蓬佩奥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境界，就是说他有上帝的指引，他引用圣经“受托者必正其中”这句话来表达他自己忠于职守的信念。可以讲，像蓬佩奥这样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上百年来都很难出现一位。蓬佩奥这样能够忠实履行上帝的职责，并且对共产党邪恶看得那么透彻的，像蓬佩奥这样的战略家、这样的政治家，在美国来讲真的是不可多得。因为可以讲，信奉上帝的美国政治家、美国企业家非常非常多。这些政治家、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左派的民主党的政治家，讲得比谁都好听。这些企业家们，他们在公开场合所表达的他们这种对上帝的这种溢美之词，他们讲得比谁都动听。但是他们遵守上帝教诲的又有几个呢？尤其是那些已经发达的那些企业家，他们对比蓬佩奥，他们能够扪心自问吗？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他在他自己的讲话中就明确地对美国现有的很多企业、很多企业家给他们点名批评，也就是这些企业家他们为了赚取他们的利益，不惜跟中共沆瀣一气，跟中共狼狈为奸，出卖他们自己的灵魂，帮助中共在这个世界上从事的很多戕害人类的罪恶勾当。被巴尔点名的美国企业就有苹果公司、好莱坞、谷歌、脸书、推特、思科、微软和 NBI。好莱坞一直是接受中共的政治审查，好莱坞所有的大片都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修改，为了打入中国市场。
所以说，巴尔认为上述的这些企业，你们已经丧失了美国的价值观，你们丢失了你们的灵魂，你们为了挣到一点你们自己的利润，不惜出卖美国的正义价值观。尤其可以讲苹果公司嘛，苹果公司基本上是把自己所有的数据都交给了中共。但是呢，苹果很奇怪的，也就是当美国的 FBI， 也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啊，他们要求苹果公司帮助他们解锁恐怖分子的 iPhone 手机的时候，苹果公司是拒绝的，他是拒绝给美国政府合作的。包括谷歌公司嘛，谷歌公司宁愿选择跟中共合作，但是他不给美国海军部提供美国公司希望谷歌公司给予他的合作，地图上的合作，谷歌公司是对美国海军部给予拒绝的。也就是看谷歌当年离开中国时候，他说他不作恶，现在谷歌公司已经发展到无恶不作啊。为什么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屡受打击啊？我建明为什么订阅量那么低啊？可以讲这么长时间来我都做了快1000期节目了，3年多做下来，我现在只有10几万的订阅量，你觉得它跟我自己真实的增长它是相匹配的吗？但是呢，谷歌公司也好 YouTube 公司也好，它就是要打击你们这些反共人士，打击这些你们曾经被共产党破坏过的这些人，他们帮助共产党做了共产党想做而共产党目前做不到的事。这为什么谷歌公司也好，苹果公司也好，好莱坞也好，他们都能够为了跟中共勾兑，为了获取中共的利益，他们就能够丧失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呢？这就是美国的社会在变，美国的制度现在被中共逐步在演变，中共就是企图通过他的多方位的手段，最终用红色思维、红色意识形态来演变美国，希望把美国演变成下一个南非，也就最终美国有一天就被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这个思维把美国完全就把思维搞乱，最终美国的制度就会改变，而美国制度的改变就使得共产党他把他这个红色的邪魔就在全世界散布，最终就达到了习近平要搞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他们共产主义恐怖的专制思维。这就是共产党，他最终红旗擦遍全球，擦遍什么全球啊？就是全世界，他们要统治嘛，他们要用最邪恶、最专制的手法统治，他们就是现在的新纳粹，他们跟当年希特勒搞的那个纳粹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中共对美国的40多年来的这个渗透和演变，现在所有的结果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不是出现了像蓬佩奥这样的美国政治家，像蓬佩奥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的政治家，能对中共的邪恶看得透透彻彻，能够斩断中共这个红色魔爪，那么中共它有可能就会去演变世界了。好在就是有蓬佩奥这一批美国的这些战略家、这些政治家们，已经及时的清醒的认识到中共这个红色思维对全球的包围、对全球的侵吞。所以说我坚信，在蓬佩奥和蓬佩奥这一批的这些美国政治家们的努力之下，最终共产党一定会被美国引领的全球的正义的人们把共产党结束，把它消灭在人民正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